大家好，我是毛毛。我被问到最多的关于做烘焙的问题就是让我推荐个材料简单、操作更简单、成品却超好吃的配方。今天呢，就给大家推荐这款意大利杏仁曲奇，只需要4种材料，不含奶制品，不含麸皮，带着嚼劲的小曲奇，超级好吃。那就开始做起来。这个曲奇不用面粉，而是用杏仁粉，就是做马卡龙的杏仁粉，就是杏仁结果磨成的粉，特别的香。做出来的曲奇有嚼劲又绵软，没看到颗粒就不用浪费时间过筛，时间长了有颗粒的杏仁粉不要偷懒，还是过筛一下比较稳妥。接下来混合固体材料，过筛好的杏仁粉中加入激发该酵母，泡打粉也可以，但我都做过了，酵母的嚼劲更强一些，口感也更好吃。接着加入白砂糖，留取1/3，一会儿打发蛋白用，不要被这个糖量给吓到哦。我已经给你减少到最少的含糖量了，再少就没有那种经典的意大利杏仁曲奇的嚼劲了。固体材料搅拌好之后呢，放置一旁备用。3个鸡蛋，分出蛋白，蛋黄不用，蛋黄一般会让曲奇变酥，所以我们这里不需要那种酥的口感，我们不加。每个人的鸡蛋大小不同，记得看后面的细节解释，怎么根据蛋白多少来调节杏仁粉的用量。刚才剩下的糖一次性加入蛋白中，打发蛋白，切高速将粘连的蛋白打出大泡，然后调回中速，将蛋白打到湿性发泡，也就是平时做7分蛋糕的蛋白的状态。最后的蛋白是这样的状态。最后就是把蛋白和之前掰好的杏仁粉这些固体材料搅拌均匀，蛋白分2到3次加入杏仁粉中，切拌、压拌、翻拌都可以，没有什么讲究。唯一需要注意的要点来啦，鸡蛋不同，蛋白重量不同，每次去称也不实际。所以呢，我们拌完之后记得检查一下干湿度。我刚才加入的是你一定要加入的300克杏仁粉，彻底拌均匀之后，它会是比较湿的状态。看一下这300克杏仁粉加入之后，它还是比较湿的，所以我们这时候继续要往里面加入杏仁粉。至于加多少呢，你就慢慢加，加到面团不再刮刀就可以了。我今天又额外加了50克。当然了，如果你想精确一点的话，我给大家称了一下，我今天3个蛋白是111克，杏仁粉用了350克，你就按照这个比例去做，就完全没有任何问题。就这样慢慢的把这个面团翻拌到不再刮刀。我们看一下，最后我喜欢用手去揉一下，这样的话让整个面团就是混合的更加均匀一点。这款曲奇做法真的非常简单，就将固体材料混合，然后打发蛋白，两者混合，最后调节一下整个面团的干湿程度，不再手不再刮刀就可以了。那下面呢，我们就把它放在室温中醒发1个小时。这款面团的发酵不像平时做面包或者做包子、馒头之类的体积会明显的膨发到2倍大，它只不过是会让蛋白里面的水分跟杏仁粉更好的结合，然后酵母会微微的发酵，让面团变得更加松软。发酵完成之后，我们用手抓取一点面团，分割成20克一个的小球。如果想要快一点的话，就直接将面团整个擀扁，然后把它切成小方块，直接去烤或者搓成小球就完事了。搓完的小球在白砂糖里滚一圈，糖粉里面再挨抹一圈，这样做可以让曲奇表面有一层脆壳。当然了，你也完全可以省略这一步，直接将曲奇送入烤箱烘烤就可以。为什么要先滚一层糖再滚糖粉呢？因为滚了糖之后，它可以在曲奇的表面形成一个脆壳，这样就可以防止糖粉融化，烤出来的曲奇表面还像沾着糖粉一样，就非常的诱人。烤箱中程180摄氏度，350华氏度，20分钟左右。表面因为有糖粉盖着，所以不太可以看得出来烤没烤熟，主要检查一下底部呈现这种金黄色就说明烤熟了，就可以拿出来了。这款曲奇我真的是5星推荐，特别的好吃，一口一个，
因为只用了杏仁粉，所以坚果的香味比较浓郁，吃起来带有嚼劲的那种口感，而表面一层是脆脆的，因为我们相当于是加了一层糖霜，特别适合下午茶或者带去 party 作为一个小的甜点也是可以的。最后再啰嗦一下，这颗曲奇没有任何的奶点，最主要的就是蛋白的量跟杏仁粉的量要合适，最后和成的面团要不摘刮刀就可以了。如果你不想外面裹太多的糖分的话，可以不用裹任何糖粉，直接入烤箱烘烤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那我是毛毛，希望你喜欢今天的意大利杏仁小曲奇的视频。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，记得在底下留言，我开导一定会回复的。那我们下次美食视频不见不散哦。如果你平时有任何关于烘焙的问题，也不妨在底下留言，我开导也会立马回复的。那我们下周再见，拜拜。记得一定要做哦。